那么今天早上第二个视频来自于粉丝约稿，主要是想了解一下美股拼多多的后期走势。那么这里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它的一个周线图啊。我先说一下目前我的看法是，短期向上还有空间，但是中期能否突破之前反弹的这个高位啊，也就是164.69美元啊，还有待观察。但是就算突破了164.69美元，其实向上的空间也不是特别大，因为之前的历史高点之下，它是一定存在一定的压力压制的。这个历史高点是在212.60。下来我们就通过波浪理论的划分来了解一下当前我们所处的位置啊，以及向上的一个短期或中期一个空间。拼多多在美国股市上市是在2018年的年中啊，上市之后走出了一波上涨的一个推动浪。那么这次的上涨是从最低点的17.20涨到了212.60，用时是大致是一个2年半的一个时间。那从212.60我们可以看到又再次向下出现了一个中期的一个回落，这波回落可以算是对前期第一波上涨的整体的一个调整啊，整体的一个调整。它因为它回撤的幅度是比较深的，而且它整体的时间跨度也是比较符合的。那么从这个低点23.21开始向上，那这一波整体走势我们目前定义为它是一个反弹。这里面有一个细节大家要观察到，就是从23.21起手它是运行了一个5波的引导楔形，那么代表着行情正式转入到上涨当中，无论它是反转也好反弹也好，那至少有这个信号出现之后，那么按照常规的波浪操作，我们是需要等待后期这个回撤啊。当然这个回撤幅度我们是可以通过黄金分割找到它的一个支撑位置，然后再参与进去。那么回撤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在周线图当中它出现了一个底部的一个十字星信号，那么这就是一个做多的一个迹象啊，做多看涨的一个迹象。那整体这一波反弹走势截止到目前它最高是见到了164.69，这一波整体的反弹结构是走出了一个双重三浪的一个结构 W X Y。 这当中为什么会定义它为是一个双重三浪？我们主要看起手的这是走了一个 A、B、C 三波，那这就是一个 W， 然后回撤走了一个三波，这是一个 X， 向上又是一个三波形态，那这是一个 Y 浪。那在此它就已经结束了这一次的一个反弹。同时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整体的一个反弹幅度是临近了黄金分割 0.764 的这样一个位置之后呢，再次向下出现了一次调整啊，出现了一次调整。这次调整从目前的观察来看也是一个三波形态啊，也是一个三波形态。而且这个三波的第二笔下行它是刺穿了前期的一个低点啊，刺穿了前期一个低点。同时我们再看一下这一次的黑色段的三波，它其实是对于23.21以来的反弹的一个回落修正。这里我们通过黄金分割可以看一下，它整体的回落幅度啊，它是处在 0.5 到 0.618 之间啊，遭遇到了这个强有力的支撑，目前再次展开了向上的一个反弹啊，向上的反弹。那后期整体的走势，我刚才一开始说过了，短期向好，但是中期能否再创出反弹以来的新高，这个还是不得而知。因为目前向上反弹的走势存在两种预期。我们首先说第一种预期啊，也是相对保守的第一种看法。那么从目前短线的一个底部低点 87.10 开始，它可能运行到上方的一个趋势线压制，然后翻身再次回落啊，翻身再次回落，然后整体构成对于前期反弹的一个大级别回落修正，可能这是一个 A， 可能是形成一个 B 浪，后期整体走势向下，它们还有一个 C 浪。那短期来看的话，向上的反弹压力134到135左右，134到135啊，这个区域就是它的一个压力区域，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种预期。第二种预期就是此处前面的 WXY 合并成为更大级别的一个 A 浪，这里我们用
紫色去标识，区别于第一种的预期。向下的这个3波调整，我们可以定义为它是一个 B 浪。那后期向上呢，它就存在突破这个之前的134到135这个区域去运行。那其实当下的按照目前的点位来说，现在处于119，那向上也是有局部同向的这样一个区间。那更确定的是，只有突破前期反弹的这个次高点，大概是155.67，那么就可以确认向上这个 C 浪正式展开。那这里我们就需要借鉴一下波浪尺，去测算一下 AC 的一个比例关系。那可以看到，这个波浪尺 0.618 倍大致的位置是位于 174.50， 那这个点位我们也是需要特别关注的。那只有突破这里，那才有可能会去考验前期的高点，历史高点。那整体走势目前就是这2种预期，至于说哪一种预期可能性更大，现在不得而知，我们还需要去跟踪它，因为毕竟在没有突破134到135美元之前的可能性也是同时存在的。那我们再来看看短期的一个走势，除了刚才的一个趋势线划分，我们知道了压制的位置是在134到135这个区域。这里我们在日线图当中，我们再借鉴一下黄金分割。那通过黄金分割，那我们大概也就知道了基本上是这2点的位置是处于一个重叠的位置，因为黄金分割拉完以后 0.618 的位置是在 135.10和134到135这个区域是重叠的，所以后期我们重点向上就观察就是这个区域。如果这个位置承压回落出现顶分型或十字星日线级别的，那么我们就考虑要放空了。当然第一种预期错了，翻身站上这个位置实体突破了，那么这时候我们就要考虑去看涨做多直至前面 164.76 这一次的一个反弹高位突破了，那就是174，刚才用波浪尺测算的那样一个位置。那短期来看向上还有一定空间，那么我们将时间周期继续缩小到4小时，看一下它最近的一个支撑在哪里。那通过黄金分割的划分，那我们就可以看到短期的支撑有2个，一个是 0.236 115.60， 另一个是 0.382 111美元。整体走势在4小时级别里面可能会形成一个短期的五浪上涨形态，2、3，目前在这个4浪调整期，后期还有一个第5浪上涨，或者是在不突破前高的情况下再次回落向下达到这个 0.382 支撑，然后再次向上。那么以上就是咱们通过波浪理论对于拼多多这只美股从周线、天图以及4小时图，我们一一给出了这个波浪结构以及形态的一个分析。那么也欢迎大家踊跃投稿。我们主要涉及的品种是美股、港股、数字货币、期货以及金油。那么今天早上这个粉丝约稿的视频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再见。